爱情有烟火播完之后，谭健次的待播作品数量突然成了一个话题。截至目前已经公开并完成拍摄的主要主演作品，暂时只剩一部剧《何不同周度》和一部电影《空腔》。他的粉丝看到库存见底，不但没有催他进组，反而把它当成了一件好事。如果把最近2个角色放在一起看，值得我们深思的不只是播出节奏，前一个人住进上海的合租房，面对失业、投资失败、房租和感情，后一个人困在王朝将倾的乱世里，背负叛将之名，在不同身份之间周旋。观众刚熟悉一种谭健次，他又把上一个角色的表演方法收了起来。从李亦菲到谢雀山，他为什么不继续使用已经成功的安全答案？先看李亦菲。爱情有烟火播出前，这个人物表面上很像都市爱情剧里常见的精英男主，家境好，工作能力强，说话带刺，还有一点不太讨喜的傲气。可故事没有让他一直站在高处，投资失败，离开原来的生活环境，住进前妃出租的房间。曾经有管家照顾的富家少爷开始跟人抢浴室，处理家务，学着在同一个屋檐下看别人的脸色。李亦菲真正需要建立的不是精英有多帅，而是精英光环被拿走之后还剩下什么。这对谭健次来说其实不算一张容易打的牌。神医有模拟画像师的职业辨识度，相柳有银发面具、九命腰身和悲剧命运。这些人物一出场，观众很快便能抓住记忆点。李亦菲没有那么强烈的外部标签，她的改变藏在很普通的生活里。一开始看不上合租的混乱，后来慢慢适应，嘴上依旧不饶人，行动却开始替前妃考虑，遇到失败时还要保留那点不肯示弱的体面。这类人物很难依靠一场哭戏或者一句狠话立住，观众信不信他往往取决于吃饭、斗嘴、沉默，以及被戳穿心事时的一个停顿。谭健次在李亦菲身上做的正是把表演往日常里收，他没有把人物演得深沉。李亦菲该幼稚时会幼稚，被前妃嫌弃时带着一点狼狈，回到熟悉的投行工作，又立刻出现职业上的自信。这种切换让观众看见他不是一个披着落难外衣的完美男主，他会失败，会嘴硬，对生活常识并不熟悉，甚至有让人想把他赶出门的时候。当然，爱情有烟火不是没有问题的，都市爱情剧熟悉的合租，皇喜冤家和隐形富二代设定，这一点也不新鲜，甚至部分职场内容与感情推进还存在偶像剧式的处理。李亦菲能不能成为谭健次下一个代表角色，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检验。但这个人物已经说明了一件事，他让谭健次离开了沈毅和相柳那一类的角色，进入了另一种更琐碎、更容易暴露表演痕迹的生活角色。刚煞杀青的谢雀山难度又换了方向，和不同周度在6月公开杀青特辑里，谢雀山从征战沙场的将领跌落成衣衫破损的阶下囚，他背负叛国骂名，还要在敌我难分的局面中隐藏真正立场。如果说李亦菲的核心是失去原来的生活后怎么重新站起来，那谢雀山的是当所有人都不相信你，你还能把真正的自己藏多久。2个人物都有从高处跌落的经历，但不能用同一种方法表演。李亦菲的窘迫可以外露，她被房东嫌弃，跟前妃拌嘴，狼狈本身便能产生喜剧效果。谢雀山不能轻易外露，他说出的话可能带着目的，对一个人的亲近可能是试探，连受伤和落败都可能成为局中另一层安排。观众想看他的表面选择，还想看他藏在选择背后的真实立场。这意味着谢雀山不能只是古装版相柳，2人确实有容易被放在一起比较的地方，都身处乱世，都背负沉重责任，都有无法直接说出口的感情。公开物料中的战损造型、血迹和孤独感更容易让人联想到相柳。如果谢雀山最后只剩下隐忍、牺牲和破碎，这个角色就会落进谭健次的模板里。和不同周度需要新东西，是谢雀山在多重身份中的判断。他什么时候在演给别人看，什么时候短暂露出真心。他与男一曾互相猜忌，走到以命相托，中间每一次立场变化能不能让观众看懂，又不能看得太早，这才是角色的难点。目前能看到的只有概念片、片花和杀青特辑，这些物料证明了角色跨度，不能对表演成功与否做出判断。造型有冲击力不等于人物成立，战损画面容易传播，不代表谢雀山的身份层次已经讲清楚。我想答案要等正片播出，
尤其要看他在权谋线里能否藏住信息，又让观众感受到细微变化。谭健次对这种不重复可以说是有意为之。他过去谈到演员选择时提过，希望自己尽量不要重复同一类角色。这条路从沈毅之后已经很明显。沈毅安静克制，习惯先观察再行动。相柳的情绪被责任压住，很多感情只能藏在冷漠之下。袁墨表面松弛，带着一点滑头和玩世不恭。到了李亦菲，人物被放进现代合租生活，体面与狼狈同时存在。谢雪山又将镜头带回古装，角色核心却从相柳式的宿命转向身份、谎言和立场。这里需要分清一件事，角色类型不同，不代表演员永远不会使用相似的表演经验。谭健次擅长控制眼神停顿和情绪的收放，这些能力自然会出现在不同人物身上。真正需要避免的是让每个角色都使用同一套情绪效果，冷着脸出场，沉默的承受，最后靠牺牲让观众心疼。这套方法在相柳身上已经得到过很大回报，继续复制，短期内可能更安全。粉丝熟悉，剪辑容易，角色高光，很快便能传播。但安全的背后也藏着风险，是观众可以提前预知他会怎么演。当眼神、哭戏和情绪爆发都能被预判，演员曾经建立的辨识度慢慢就会变成限制。谭健次现在面对的选择不是先考虑自己会不会演戏，因为沈毅和相柳足以说明他的演技。他接下来要不断尝试离开观众喜欢的那几种状态，他还能不能让一个新人物成立？这种选择是有风险的。李亦菲的生活流表演未必能产生相柳那么强的角色滤镜。谢雀山尚未播出，片花中的反差能不能在完整剧情里兑现，仍然未知。待播作品少，还意味着一部作品的成败会更加显眼。现在主要待播作品只有何不同舟渡和空腔，没有更多剧集快速接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观众对每个角色的评价都可能会停留更久。不过库存见底不等于谭健次停下来了。7月，他先后进行了2次没有提前预告的突袭直播，一次出现在录音棚，另一次是在妆发期间直播透露。他的第3张个人专辑也在制作中。这就是说，影视作品虽然没有连续入库，但是他把时间重新交给了音乐和舞台。这不是演员转型歌手，谭健次本来就有2种身份，只是不同阶段的工作重心在不断变化。我们再回头看他演过的角色，一个是从精英生活跌进合租房的李亦菲，一个是从将军沦为阶下囚，在骂名里藏住立场的谢雀山。电影空腔里，他又进入另一种人物环境，并以粤语完成表演。这些选择不能表明谭健次每一次都会成功，但他也没有陷入到角色同质化里。即便是李亦菲到谢雀山，答案没有完全揭晓。我们可以期待下一次谭健次的新角色，他会用哪一张脸走进哪一种人生。你觉得谢雀山会成为谭健次新的代表角色，还是仍然很难越过相柳和沈毅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判断。